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弄茶阁今日推出新品，独家口味，免费试喝，过期不候喽！免费试喝啊？有免费的啥？掌柜的，你这饮品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是我自己研发的奶茶，口感柔和，味道丰富，绝对是你没喝过的美味。你是说这些都免费喝？当然了，我说话算话。我感受到了春风的吹拂，我的舌头，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感受到了春日的清新。哎，都别想，都别想，今日只是试喝，正式开业之后，人人有饭。楼下是何店铺，为何围了这许多人？回殿下，对面的是笨，改不了口了是吧？是小姐。哎，大家别忘了，明日弄茶阁正式营业啊！这是何物？竟如此可口！母后，这是民间一处名为弄茶阁的茶社新推出来的四季奶茶，老朕觉得这杯秋日缠绵，母后定会喜爱。这名字虽然怪异，但入口确实香甜。奶香醇厚，甜中带着微苦。这个弄茶阁的东家，倒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才。这个东家一定会被本殿下降服的。第二杯半价，也就是说，你一次性买2杯的话，第二杯只要50文。别抢，别抢，都有。来，100份，都别不抢啊！都有啊！你瞧，给你，别着急，都有。来，我给你。萧公子，我家小姐有请。你家小姐是哪位啊？公子一见便知，请。萧公子，请坐。你们这玉贤楼雅间不随便对外开放吧？我家小姐就是这玉贤楼的主人。原来是富婆呀！不知美女叫我过来，所谓何事？听闻这四季奶茶乃是萧公子的手笔。开业第1天就将我玉贤楼的客人全都吸引了过去。萧公子手段不错。没想到是嫌我抢生意来找事的。此言差矣，我弄茶阁堂堂正正的做生意，你管天管地，还能管得了大家喝什么吗？你竟然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我知道你们玉贤楼家大业大，不过我还有100多种商业手段没用呢，小心我让你随时破产。走了。萧公子误会了。我不是来跟你竞争的，相反，我想买下你的弄茶阁。不卖。现在老爹500两都拿得那么困难，若是有这笔资金周转，弄茶阁可迅速扩张。如此贸然提出买下，确实不妥。若萧公子为难，我还有一策。我出这些钱，可助力弄茶阁日后发展，每年收取70%的利润。萧公子意下如何？此法倒是可行，不过70%太多了，最多30%。萧公子说笑吧，这些钱都够买上10个弄茶阁的了。你说的是现在，1个月之后的弄茶阁价值连城。就70%、3成。6成，6成也不好使，3成，6成，这些都是真金白银。我弄茶阁排队，门庭若市，也不是假的呀。我玉贤楼难道还能欺你不成？果然，殿下一谈起生意就不顾仪态。即便是6成，别扯，3成。那庄主你怎么知道？3成我都已经没什么利润了。拿水给我，我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他了还是。哎呀，这谈生意能浪费什么时间？喝。5成，5成也不好使，3成。咬死不放
我再加一个条件，若是你以后生意遇到什么困难，提我江云的名号，全上都没人敢欺负你。你说，你上面有人？自然2品以上，我就答应你。保证2品以上。成交。萧公子，你我只是合作伙伴，切莫动手动脚的，小心砍了你的手。这是生意人的礼仪。姐姐才华斐然，此次定然能在初8诗会上一举夺魁。这就是那萧氏赘婿啊！青天白日游手好闲，果然是个败家子。萧宁，你还不回屋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莫要在外闲逛。男儿有志在四方，欲求亲显须名扬。想要成功，也不止考取功名这一条路。比如开个奶茶店什么的。你休将奶茶才子与你相提并论，若无悠悠情怀，断然做不出此等奶茶。你大字不识一个之人，根本不配饮此奶茶。此处乃是我与密友常聚之地，以后你若是回来，就请从侧门走吧。嘿，我可是正牌姑爷，为什么要走侧门啊？你自觉配得上雪颜这上都第一才女的身份吗？但凡有点自知之明，就该自觉滚出苏府。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吟诗作对？你，那你们且等着。你，姐姐，你看他。洛阳，不要与他再争论，免得失了文雅之风。公子啊，咱们弄茶阁才开业7天，就赚了5000两银子，您果真是经商天才。这成本呢？公子，您怎么看起来还不太满意呢？招聘的事情进展如何？哦，您说是找伙计的事是吧？最近城里很乱，过段时间我再去问问哈。城里很乱，出什么事儿了？好了，下一个。小心，记好了，去吧。慢点儿。下一位。江云，还以为她是个斤斤计较的生意人，没想到却是个人美心善的姑娘。好了，江掌柜。萧公子。谢谢啊。萧公子，这位是户部尚书张大人。户部尚书，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靠山吧？算是吧。硬是。张大人，这位就是我和你提起过的萧宁。原来，萧公子就是声名远播的弄茶阁老板。失敬，失敬。不敢不敢，张大人客气了。可惜今日无法与萧公子畅聊，老朽还得处理安顿灾民之事。我弄茶阁愿意为灾民提供工作，只要张大人以户部的名义替我多多宣传，并且减免我3年赋税，如此，在名和利的双重诱惑下，那些世家必定紧跟而上啊！世家跟上了，那些小商小贩，到时候不就为了减免赋税，也会自然而然地招收灾民吗？感谢萧公子出此妙计，不知萧公子愿意承接多少灾民？那就由弄茶阁接收1半的灾民吧。萧公子，这批灾民可有数千之众，弄茶阁一个店铺，如何能收得下这么多人呢？你们跟我去个地方就知道了。萧公子，你不是说要号召商铺接收灾民吗？这城外光秃秃的，能有什么产业呀？这些山就是我接收灾民的产业啊！啊？你是说你要买下这些山？已经买了。萧公子，弄茶阁才刚刚有起色，灵循序渐进，徐徐图之，怎可如此冒进？这光秃秃的山有何用啊？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战略前瞻性。
简单来说，就是我带领灾民把这些山上全部都种满茶树，到时候就可以搏一搏但这匹摩托了。种茶，此法甚好，不仅能解决灾民的温饱，还能让他们有工可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聪明。如果我能在这些山上全部种满茶树，弄茶阁的成本不仅可以降低70%，而且还有更大的生意可以做。你又有什么新点子啦？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萧公子不仅精通生意之法，又可为国献策，还有高瞻远瞩之长远计划，实在是令老朽佩服啊！张大人过誉了。今年的诗会正值春闱，士子们齐聚上都，热闹非凡呀！那不是孔家的孔圣公子吗？听说他16岁就中举，果然才貌双全。不仅如此，我瞧着今年也吸引了众多世家的公子小姐前来呢。我还听说丞相府的大公子也会来呢。能跟苏小姐共参诗会，实在是韦某的荣幸。韦公子客气。今日若是能获得公主殿下的墨宝，我韦苏两家也将名扬上都。殿下的墨宝，那韦某必然使出全部手段。不错呀。哟，这不是潇潇那个废物吗？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哼，怎么了？做个跟屁虫，跟着雪人都跟到这儿来了。我自己参加个诗会，你们哪来那么大意见啊？哎，快看，那是千灵先生。是千灵先生。先生身侧之人，或不是丞相府的韩公子？那是韩弘之吗？已经不识。对呀，韩公子容貌俊朗，气度不凡，真想与韩公子共赏诗词啊！这两人又是怎么个意思啊？哎，萧宁，这确实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来人，把萧宁给我拖出去，免得这低贱之辈扰乱了诗会。都想让我滚蛋？不好意思啊，今天这诗会没我，还真开不了。哼，此次诗会可是弄茶阁赞助，就凭你，更有千灵先生和丞相府韩公子坐镇，你算个什么东西？何人吵闹？诗会乃大雅之堂，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哎，张大人，都是这个赘婿捣乱，还请大人把他赶出去，好让诗会早些开始。韦贤侄，还请慎言。大人，这是何意啊？萧公子，没想到此次诗会的主评是张大人。江小姐说此次诗会关乎到赈灾大计，特让我来关照一番。难不成此次诗会也跟萧公子有关？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请萧公子与我楼上详谈。走。萧宁怎么跟张大人走了？为何他能认识张大人？实不相瞒，今日过后，弄茶阁的生意再翻10倍。10倍？老朽真的没有想到，诗会竟会影响到店铺的生意，还请萧公子不吝赐教啊！张大人，说出来多没意思啊！一会儿您就见识到了。那老朽定要擦亮眼睛，如果能学到10之1、2，老朽也可为我大境的百姓谋福增光啊！啊！那个张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萧公子，但说无妨。那个江云到底是何人？为什么他能跟你一起布施赈灾，还能把您堂堂户部尚书请来当诗会的评审啊？江小姐与老朽有恩。啊，原来是在还人情啊！我还以为他是个什么郡主呢。好茶。
无前途啊！张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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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大家请坐吧。啊！哎，你在干什么？殿下的墨宝之册，岂是你能占的？滚下来！张大人，好像有人不想我开题啊。尔等切勿喧哗。今天谁要是敢打扰萧公子开题，我拿他试问。萧宁开题。张大人，您是不是弄错了？他只是一个住在伙房的废物赘婿，他能承担得起这么大的事儿吗？此次诗会乃弄茶阁主办，萧公子是主办人员，他当然有资格开题了。主办人员，萧宁跟弄茶阁有什么关系？哎，话不多说，今日恰逢开春，又是弄茶阁推出新品之日，不如就以春为题。诸位可以开始了啊！绿叶婆娑随风动，处处花开姿色浓。真想偷偷摘一朵，插在你的左耳朵。此时欠缺什么玩意儿？后面两句最多只有小学3年级的水平。绿云袅袅起翩舞，梦里清香韵万千。夜半春雷轰隆隆，吓得我往被里冲。没关系，白姑娘，这些是我对你的心意。哈，既然至今未出甲等，那就由我和苏姑娘为大家献诗一首。苏小姐，请。玩的还挺花呀。东风迎壁入九州，万物复苏展新颜。不错。仙随燕语翩风舞，春意一片意盎然。好啊！好啊！好诗，没想到韦公子竟有如此文采。兄台过奖了，那是苏小姐接的好。此诗对仗工整，意境通达，好诗。还有人要上去吗？恭喜二位获得公主的墨宝。谢大人，谢大人。上都诗会，不过尔尔。这是谁呀？这人竟如此猖狂！这谁呀？未曾见过。萧公子，此言何意呀？说大话。此等词藻，意气庸凡，实在是无半分名调可言，配不上弄茶阁这茶呀。萧宁，你又要干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各位所作之诗太过平庸。若是殿下这墨宝真到了韦一豪手里，不就糟蹋了？你，哼！连张大人、千灵先生，还有韩公子，都给出了甲等之评。这殿下的墨宝不给我，还能给谁呀？我呀，我还没作诗呢。你看什么玩笑？萧宁，
莫要再胡言乱语，丢了我们苏家颜面。作诗而已，不是张口就来。张口就来，张口这他不就是个赘婿吗？他会做成吗？就是，还张口就来，有什么了不起？我请在场的各位给我出题，10步之内成诗，如何？10步成诗，10步成诗。说大话吧，成诗，10步成诗。我想，就连会试3甲也不敢出此狂言吧？不知道自己是谁。小姨娘，今日诗会您看得可尽兴？诗词之道并非我所擅长。我本以为这弄茶阁赞助诗会是有了新的生意之法，由此看来，不过也只是附庸风雅罢了。这大靖的生意之法，您敢说第2，怕是无人敢称第1。此等小道，不看也罢。唉，无趣。走吧。想必各位都已经喝过弄茶阁的4季春茶了，不知其中的茶味可与大家平日所喝的岩茶一样？那是不一样。是茶阁的茶，哎呀。园篱绿，五色美人。落秋闲，红尘梦销魂香轻如徐。这便是调制4季奶茶的基茶，也是弄茶阁即将推出的数种泡茶。此等茶直接用开水冲泡，便可尝到你们从未品过的茶香。你们各自品1种，将品尝的感受告诉我，我便可以通过你们的描述10步成诗。不仅要体会意念之感，还要10步成诗，这可比刚才的命题之作难多了呀！竟是4季奶茶的基茶，先尝尝再说。哎，对，快尝，我也尝尝。好香的茶呀！我这广告打得也太成功了吧！我真是个天才。就是从未好奇新品呀。这好茶呀！来，诸位，感觉味道如何？好喝呀！我喝奶茶就是留恋于此股茶香。好茶呀！这茶虽味苦，但却不似岩茶那般咸涩，犹如流淌不停的溪水，起伏跌宕，口齿之间竟有一种难得的清爽。好茶呀！行家呀！此茶口感绵长，回味悠悠，宛如长虹凌空，延绵不绝。真乃上品。哎，多喝。既然萧兄如此有把握，那这第1杯就由我先来。这杯销魂香，让我回想起这些年在外漂泊的辛酸。萧兄就以此感作诗，可否？自然可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好诗。
什么逆？你相公我这唐诗宋词600首可不是白背的。我看这孔圣就是想家了，那就送你这首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还不把你感动到躲被窝里哭？这妙，绝妙！这首诗词质朴，意悠长，尤其是这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真是道出了我对世间温情的向往。那是，萧兄，孔某实在是佩服，自叹不如。哎，孔先生过谦了。韦好，你可有不服？你个废物赘婿，怎会有如此的文采？你一定是偷看了雪岩的诗，此诗一定是雪岩所作。韦公子言之有理，姐姐是上都第一才女，这个萧宁一定是偷偷背了姐姐的一首诗来应付的。听说苏家这鱼戏确实是个朋友，大字不识。萧宁，这杯红尘梦回味悠长，又有苦涩之感回旋在心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来？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好诗啊！引人入胜，情意绵绵，相思悠悠，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什么回味，什么苦涩？我看你是寒春。既然这样，倒不如让真正的千古第一女词人李清照女士教教你什么是细腻的情感，婉约的表达。萧公子，你怎知我心中藏有一人？难不成你就是我心中所想之人？哎，周姑娘自重，这是诗会，这何止？是不是你啊？我就知道一定是你，萧公子。萧公子，你说呀，萧公子。哎，注意影响，注意影响。周姑娘，走吧，周姑娘。萧公子，萧公子。这杯清如徐，清冽如水，让人心中平静，提不起任何波澜。正如我对你的感觉一般，请萧公子以此感觉作诗吧。这杯清如徐，清冽如水，让人心中平静，提不起任何波澜。正如我对你的感觉一般，请萧公子以此感觉作诗吧。清冽如水，雪岩这是在告诉世人，你萧宁根本就配不上他。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啊！杜甫的《望岳》，听听。
多么浑厚开阔、简洁深刻呀！妙，甚妙！寥寥20字，尽显天地之宽阔，有其这登高望远之意，更是意味深长。此乃神作呀！虽臭名远播，却有凌天之志。这萧宁有点意思啊。此诗虽好，但并不是我心中所感。此诗并非为了迎合你而作，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为了摒弃大家对我败家的印象，看淡这赘婿之身份，更是我要直冲云霄的气度。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难道萧宁竟有如此鸿鹄之志？好诗，是好萧公子真乃大才也。可惜啊，可惜。韩公子这是何意呀？你对萧公子的诗词是否另有他解？并非是对萧公子的诗有疑问，而是对他这人。听了萧公子的诗，想必诸位都已认定他是极雅之人。只是可惜啊，众人皆知这茶需要浸泡沸煮，在茶与盐的比例上亦有严格之要求，而煮茶之所恶，又是我等文人墨客修身养性之事。如萧公子方才所言，直接拿杯即泡，实在是有失文雅。也不无道理啊。韩公子说的对啊，我看这萧宁就是在假装风雅，其实就是一个不入流的货色。韩公子刚才所言片面，泡茶只是为大家提供方便而已。你怎么知道我弄茶阁推崇的不是茶道呢？他又要做什么？茶道之本，并非在于有多么复杂的流程，而是在品茶的过程中，享受静心养怡。通过或香甜，或甘苦的味道，品尝百味人生。无论是思乡，或是思人，皆可。且将心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萧家公子如此帅气优雅？举止有动，还心怀壮志，令人心向往之。真是完美公子啊！
此品来，茶香更为浓郁，回甘更是妙不可言。萧公子，老朽今日真是大开眼界。萧公子不仅精通诗文，参悟茶道也是如此通透。好一个且将新火试新茶，嗜酒趁年华。老朽真是受益匪浅。前辈谬赞了。实不相瞒，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经历，让我对茶道有一些了解。所谓茶道，无非就是廉俭律德、美珍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也。敬爱为人。晚辈私以为，泡茶是一种诗意的修行。这才是对茶道的真知灼见啊！看来萧公子比韩公子更懂茶道。是啊，是啊。萧公子之茶道深得我心。这销魂香和青如许，各给我来10斤。哎，我也要美珍康乐，我每种泡茶要20斤。我也要。别急，别急。大家都别急，乃日弄茶阁必然会为诸位准备妥当，别急，大家。今日之后，弄茶阁必定火遍大庆。诗会结束，我们就会回这弄茶阁的老本。小姨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茶叶生意，何须劳烦您亲自出马？一个小小的弄茶阁就能弄出如此大的动静，这弄茶阁的东家一定不是一般人。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是。一些哗众取宠的小手段，勉强算是能入我丞相府的眼。本公子可以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能将弄茶阁的制茶之法赠我，没兴趣。萧宁，你需要对韩公子如此无礼？你别闹主意，没得谈。你张大人，陈先生，我们一至雅间继续交流。好，请张大人请。抱歉，韩公子，他无妨，你我之间何须说这些？与这种人共处，着实委屈你了。好啊，好一个诗酒趁年华。这个萧宁不仅满腹才华，小小年纪就对茶道如此通透，实属难得呀。陛下还有所不知，办此诗会的目的本就是萧公子为推出这款新茶。现在大晋各地是边吟诗词边品茶道，弄茶阁的茶就算是再有钱也很难买到。萧公子的手段真是让人惊叹呢。这个萧宁还颇通散播之道啊。此前有各大世家和商铺与户部通力合作救助灾民之法，那也是出自于他。萧公子还主动收留灾民，然后广而告之，逼得各大世家出手赈灾，这才使我们户部相比以往赈灾省了近70%啊！以身入局，此子果然有些智慧。陛下，臣斗胆求一个恩赐。爱卿这是做什么？但说无妨。萧宁萧公子乃是行商的天才，老臣自愧不如啊，所以斗胆求陛下能将萧公子调入户部。以白身入仕，
这在本朝尚无先例呀。陛下，知人善用，乃是长治久安之本啊。朕并非迂腐之君，你让他来觐见，若有才华，朕必定重用。陛下英明，老臣这就去请萧公子过来。儿臣以为张大人的提议不妥，给父皇请安。云儿何意啊？萧宁为人洒脱，行事不按常理，儿臣认为户部过于墨守成规，不适合萧公子大展拳脚。如萧公子为户部所用，每年仅可增加寥寥税收。可父皇，儿臣占萧宁生意的50%，收入皆为内库所用。若我们扶持萧宁壮大，那皇室内库在1年之内必定丰盈，届时再反哺国库，岂不更快？所以当务之急是让父皇同意，能将皇室旗下所有店铺助力于萧宁，让弄茶阁开遍全大境。这是什么时候开门啊？这弄茶阁推出了泡茶之法，又得了殿下墨宝，已经是天下才子的敬仰之地了。小姨娘，弄茶阁再怎么有名气，也只是间茶水铺子。只要您一出手，它马上就会是咱们韩家的产业了。希望如此吧。这都什么时辰了，我腿都要站麻了。没有，我也是。我家小姐为了参加太学会试，这天不亮就让我来抢茶，说是要用青如许打开心中思绪。你说什么？哎，别急，5斤五色美人和10斤若秋弦。我先来的，我要15斤红尘梦和青如许。各位，今日茶叶数量有限，只有10斤，大家慢慢来啊，慢慢来啊！慢慢来，别急。我先来的。这么多人怎么分啊？生意。我皇商林氏有一笔超过2000两的生意要跟你们东家谈。我韩家愿出2000两白银，只为与弄茶阁东家见上一面。韩家2000两只为见一面，这韩家不愧是大庆第一世家，居然连韩家都出手了，看来我等再无机会了。此事小的做不了主，小的先去请示一下。哎，抱歉啊，各位，稍等。公子，外面果然来了很多客人，我按您的吩咐都说了，但是有些不仅要买茶，还要跟你谈生意。意料之中，大白，你只管卖茶，别的跟我没关系啊。可是韩家也来人了，还要拿2000两银子跟您见一面呢。韩家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想把我弄茶阁占为己有，跟别的商人没区别。果然有大志向，竟然连韩家的招募都不放在眼里。江云，搞定了。可是不信我？那哪能啊！你跟外边那些想捡现成的可不一样。多少？全大境数百余皇室商铺。你可知我韩家是何身份？岂是你一个小小的弄茶阁能懈怠的？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公子的确有要事，抱歉。哼，哎，怕走了我要！别急啊！数百余皇室商铺，你怎么做到的？我父亲帮我办的。你父亲是谁啊？秘密。哦，就是跟大境安全方面相关的保密人员。我有一事不解。弄茶阁之泡茶已通过初八诗会传遍全大境，喝泡茶饮好诗之意已深入人心。
致使全大境的士农工商纷纷求购。可你为何每日仅对外出售10节？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到手的利润吗？不懂了吧？别的茶铺每每打出名声之后，都希望快速卖出个好价钱，这弄茶阁居然能抵得住如此诱惑，看来所图甚大呀。这叫饥饿营销。饥饿营销？你看，那么多人想买却买不到，那么想喝的人会以何种方式购入呢？自然会加价换购。你是说，等憋到我们的分店开业，弄茶阁开遍全大境之后，到时候就是暴利了？到时我们只需略加2成即可，总不能让老百姓喝不起茶吗？然后我们就把茶分为高中低3档，如均沾。萧公子大善。公子，我对他真是越来越有兴趣了。那我们接下来，既然不见，那我们就换个情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倒是你，替我解决了渠道问题，才让我们一夜暴富。君不负我，我亦不负君。好，江小姐，你真是我的福将啊！萧公子，你放手！还来，不打狠一点，你都不知道长记性啊！太激动了，太激动了，不好意思啊。你就是我的金牌合伙人呐。萧公子，为大晋解决百姓之苦，我作为弄茶阁的东家之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应该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这就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哎，我给你们3年时间，苏家的盐茶生意就让你们弄成这样，7天才卖出10斤。族长，这主要是因为弄茶阁的奶茶，咱们盐茶的生意确实受了一些影响。说得轻松，是一些影响吗？是关系到苏家明年还能不能位列3大皇商之列。族长，我会去求韦公子。他父亲是户部侍郎，我愿意带重礼求见，请他把苏南3郡的盐茶经商权都批予苏家。说好的申时相见，为何无故拖延？让我喝口水再说。你之前要的茶几呢，已经全部招聘完毕了。这么多店铺，又怎么才能运转起来啊？小公子，你是不是都已经想好对策了？当然了。好啊，靠谱。哎，不如我们做个约定吧。什么约定啊？我们一口一个萧公子、江小姐，那听起来又生疏又麻烦，不如我们直呼其名吧。萧宁，江云。嘿，萧宁，我有一事不解，听闻你已娶妻，为何从未听你提起萧夫人？江云不必给我面子，我是赘婿。入赘也可以夫妻和睦啊。人家苏家根本就看不上我这个破了产的萧家赘婿，要不是怕我爹为难，我早就搬离苏家了。
你们知道茶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茶叶。错。是茶品。错。我知道了，一定是萧公子经常说的茶道。错。是美。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让客人感到美。茶味美，人貌美，姿态高雅优美，这些才能让客人在品茶的过程中呢感觉到快乐。你们别跟木头人一样嘛！你们可是我弄茶阁第一批茶姐，我还指望着你们去全国各地给我带学生呢。哎，好，你们就跟着我学吧。来啊，抬头，挺胸，目视前方，抛个媚眼。小宁，慢点，下手也太重了。你们怎么还买这么多岩茶？你之前不是说我们卖岩茶会亏本吗？你看这些，确实岩茶在上都收弄茶阁影响很大，但韦公子帮我们拿到了苏南3郡的经营权。苏南3郡有很多人前来订货，你看到这些，只不过是我们苏府广屯岩茶的一小部分而已。哎，行吧，反正我好的话都说过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最后一批茶叶总算是供给充足了。如今全大境各分店已开，市面上弄茶阁的茶叶，经过你的饥饿营销，已经翻了10倍的价格了。都是那些有钱的权贵世家炒高的。等今日之后，全大境开售，垄断这个行业，让那些稀血的世家再无利可图。现在弄茶阁终于小有成就，可以给老爹一个大大的惊喜了。来呀，去把西边祠堂给我搬了，破破这地方的风水。好的，老爷。哎，都别动！哎，大爷你谁呀？好好的干嘛拆我们家屋子？这不是老三家入赘到苏家那上门女婿吗？怎么被人赶回来了？爹！哎，别喊了，萧贺泰这宅子早就卖给我了。啊？你要找爹，你来这儿干嘛呀？啊？你去城北那茅草棚子里好好看看。还愣着干嘛呀？给我拿呀！老爷，这是换来的米汤，快趁热喝吧。一把老骨头了，逞什么强啊？听说一会儿还有招工，去看看有没有活干。爹，儿子，你不会是被苏家赶出来了吧？爹，您怎么会在这里？咱们家的宅子您什么时候给卖了？少爷，其实老爷在你入赘苏家那日，宅子就已经抵押了。前段时日，老爷被萧家族长赶了出来，老爷早已无处可去了。
爹没事，不就是一座破宅子吗？给，你在苏家还好吗？爹，我现在有钱了。你看，您不用担心了。我儿长大了，知道有钱不乱花了，知道安慰老子了。没有安慰你。哎，算了，不重要。你说的对，那个宅子这么破，不回去也罢。您选个地方，您随便选，咱们以后自立门户了。什么自立门户？我萧何泰生是萧家人，死是萧家鬼。自立门户是要被逐出萧氏族谱的，愧对列祖列宗啊！说的不是那个自立门户。哎，行了，你快走吧，爹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快走，快走！怎么才能让爹相信呢？走吧。爹，哎，您不知道，咱们家祠堂被砸了。啥？老爷，这黑釉鸡头壶看着不错，就是这鸡头掉了，咱还要吗？拿回府里，不要白不要。头掉了就不值钱了。大爷，您不会是葛朗台的亲戚吧？什么？你不会是为了这壶特意回来了吧？族长啊，你从我家搬了多少东西，原封不动的给我放回去。这家我买了，你开个价吧。好啊，1万两，1万两。族长，我当初只向你抵押了2000两啊。没事儿。抬上来！来，小心点啊！哇，1万两，拿走。一言为定，贤侄，买定离手啊，这买卖就算成了。是儿子，人有钱，你不能这么乱花呀。爹，没事儿，爹。哎呦，这可怎么是好啊！老爷，若又有10家茶楼给咱们退回来了。哎呦，老爷，哎呦，苏南红玉馆、仙茶楼还有其他10几个掌柜的来了，说要是今日再拿不到咱们的商铺租款，他们就要告到衙门去了。哎呀，下去！哎呦，我的天爷呀！都怪你！要不是你非让韦公子弄什么苏南3郡的盐茶营销权来卖盐茶，咱们何至于积压这么多库存卖不出去？如今怕是要破产了。谁能知道那弄茶阁的茶能卖到全大境？如今1两弄茶阁的茶都炒出了10两高价，还被人抢日日断货。而咱们的盐茶1两10文都无人问津。哎呦，若是将弄茶阁的茶拿到我们苏府售卖呢？这倒不是个好法子，可那弄茶阁愿意与我们合作吗？对了，那萧府废柴不是在弄茶阁当下人吗？走，看看那废柴在干什么。早知道爹受这么多苦，我应该早点回萧家。你个废物，去哪儿了？肚子饿了，吃口东西。你在我们苏家混吃混喝这么久，现在是该体现你价值的时候了。什么意思啊？你去弄茶阁打杂那么久，可有巴结上弄茶阁东家？难不成都还没发现我的身份？说话呀！那弄茶阁东家是何人？有什么喜好？你都需告知于我。他是个财迷，只要能赚钱的生意，他都来者不拒。不过，你们能不能先告诉我，你们要干嘛呀？哎呀，我们打算给他个机会，你去跟东家说，就说我们堂堂3大皇生的苏家，
愿意扶助弱小，可以勉为其难的搁置自家生意，替他卖茶。啊，原来是苏家的盐茶卖不出去了，所以要求于人家。你管得着吗？你只需告知我，那弄茶阁东家在哪儿。我觉得他不需要你们的勉为其难。你感觉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跟老娘蹬鼻子上脸？明日之前，你若是请不来弄茶阁的东家，我便当着全上多人的面，将那萧和泰叫到苏府，将你领回去。你别拿我爹说事儿啊！我是你长辈，你能奈我何？苏雪岩，当初是你说盐茶好卖的，现在卖不出去了，又找弄茶阁强买强卖，这就是你们苏家的经商之道吗？这是苏家与弄茶阁东家之间的事，与你无关。还跟他啰嗦什么？还不赶紧去请人！记住啊，明日之前。不是，你们听我跟你们说，我。萧公子，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是哪家的？买卖不成仁义在啊！你为什么要绑架我呀？萧公子莫慌，我等也是奉命行事，还请您行个方便。丞相府？怎么了？那你弄这个干嘛？丞相府谁不知道？这是行规。请吧。难道是上次在诗会得罪了韩宏之，今天找我过来出气？我想上个厕所。别，憋不住了，憋不住了！憋不住！哎呀，去！上次用2000两银子都没能见你一面，萧公子真是难请的紧呀。你是上次要跟我谈生意那人？哦，不是韩宏之要见我。哦，你还认识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儿子？看这位美女这么年轻，还以为你是她姐姐呢。姐姐？大胆！这位是我丞相府的小姨娘绫罗娘子，休得胡言乱语。多嘴。起来吧。没想到萧公子不仅生意做得好，连嘴巴也这么甜。不知韩小娘子叫我过来，所谓何事啊？绫罗对弄茶阁感兴趣的紧，不知公子可否割爱于我呀？韩小娘子，弄茶阁已有人入股，萧宁并无全权处置弄茶阁。入股是何意啊？就是我在起步的时候已经先找人投资了，现在弄茶阁的一半营收归别人所有。萧公子居然能想到如此生意之法，还给他取了名字。绫罗对公子真是更加钦佩了呢。既然我跟韩小娘子没有生意可谈，那我就先走了。萧公子这么猴急，做什么？弄茶阁之事虽未谈成，我们还有别的生意可做。别的生意？可我除了弄茶阁，并无其他产业啊。公子你就是我的新生意。虽然我是有几分姿色，但是没有想过要去卖呀。
对公子钦佩得很，说你肯到我的身边来，我愿意出10万两白银，任萧公子支配。白白给我10万两，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韩小娘子有什么条件，不方便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你3年之内还我本金，再将每年的营收分我30%即可。原来是想当我的职业经理人啊！职业经理人，公子果然知道此法。绫罗真想打开萧公子的脑袋，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长的。小姨娘，丞相有请。洛儿请了何人到府啊？怎么也不知会一声？老爷，绫罗只是邀请弄茶阁的萧公子谈些生意，不曾想惊扰了您。你就是萧宁？见过丞相大人。闲话少说，弄茶阁，你卖还是不卖？方才我已经与韩小娘子谈过了，此事是我不能答应。